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整整100天，两党竞争白热化。民主党阵营在换帅上阵后士气大涨，哈里斯在短短1周内筹得超过2亿美元的竞选资金。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也一直紧咬特朗普不放。但相较之下，共和党阵营的气氛却受到特朗普副手万斯的不当言论影响。不少国会山共和党人正私下讨论是否应该换掉万斯。 特朗普和万斯周末在民主党铁票仓明尼苏达州拉票，扬言要把近52年来一直支持民主党的明尼苏达州翻红。And I'd like to ask the Vice President, what has she done to question my loyalty to this country? I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I went to Iraq for this country. I built a business for this country. And my running mate took a bullet for this country. So my question to Kamala Harris is, what the hell have you done to question our loyalty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万斯还在妻子和1对儿女的陪同下来到明尼苏达一处餐馆与民众互动，并从公共安全到移民议题上大肆炮轰哈里斯。在访问中，有民众几次提出要修完边境墙，万斯给出肯定答复。他还做出诸多承诺，如上任后将降低通货膨胀、取消对小费征税等。 然而，就在万斯的造势活动风生水起之际，亲民主党的媒体翻出了一则万斯在2021年竞选参议员期间的言论，顿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We're effectively run in this country via the Democrats, via our corporate oligarchs, by a bunch of childless cat ladies who are miserable at their own lives and the choices that they've made. 美媒称，万斯当时的这些言论是瞄准了一些代表性的民主党政敌。在他看来，未育有子女的民主党领袖没有办法身体力行兑现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承诺。就在万斯说出这些话后，皮特·巴蒂吉格和她的丈夫领养了1对新生双胞胎。哈里斯虽然没有生育子女，但她也是2位孩子的继母。 万斯的陈年言论被扒出后，令他本就不理想的支持率再次下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民调分析发现，他是1980年以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候选人。万斯不得不紧急出来灭火。他在接受保守派媒体人梅根·凯利采访时解释，当年只是在讽刺民主党。但万斯的辩驳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在共和党支持者中也引发广泛批评。 I'm talking to you as a childless dog lady. It's not just sarcasm. 美国国会山报称，尽管在众议院共和党团中有很多万斯的支持者，尤其是强硬派和保守派，但不少资深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表示，更多同事对万斯心存疑虑。一方面认为，2022年才踏入政坛的万斯是个经验不足的政治小白，难以吸引独立或中间派选民；另一方面质疑他立场摇摆，不能很好地贯彻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Instinct that he was weird. Why would he have picked him? I think his son got to him. You think it's about his family? I think his family got to him. People were saying that you need some level of intellectual consistency. Let's bolster the MAGA movement. But what's so shocking about that is they actually picked someone who he's smart, no doubt he's smart, but he has no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5 years ago, he was saying Trump's the next Hitler.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爆料称，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正在私下讨论撤换万斯的可能性。报道指，从技术上讲，特朗普仍可以选择新的副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可以选择重新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者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小部分成员投票决定接替万斯的人选。但这样的决定必须尽快做出，因为美国的部分州会在9月份提前投票。你到了这个阶段，既然已经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了，你的一切的言论，包括你自己过往的这种经历，甚至私生活，都是要被放大镜下边，被你的对手去进行攻击的。所以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常态。何况他只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在总统的竞选过程中，选民首先还是选总统候选人，副总统是一种配合的辅助作用。那么万斯的，我相信现在的这种他的表现也好，应该说还不至于到让共和党决定要
中途换人。面对党内质疑，特朗普坚定表示万斯很出色，他不会撤换竞选搭档。华盛顿邮报28号的一篇长文揭示了特朗普为何偏爱万斯。除了作为乡下人的悲歌作者，万斯能够帮助特朗普稳住铁锈带选民外，更妙的地方在于他还可以向上触达硅谷的科技精英。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这里既是美国大选中最大的票仓，也是民主党的主阵地。1992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未在加州失守。特朗普尽管赢得了2016年的大选，但他在加州遭遇重挫，主要就是因为硅谷的科技巨头和创业者们纷纷站在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一边。然而，做过一段时间科技风投家的万斯在硅谷有不少资源，支持他从政提供了10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正是他的前老板，有硅谷投资教父之称的比特蒂尔。J.D. Vance's biggest billionaire backers. At number 1 is Peter Thiel, whose net worth is $7.9 billion and who was given $15 million to Vance Groups. Vance once described a talk Thiel gave as, quote, the most significant moment of my time at Yale Law School. 华盛顿邮报称，万斯对于蒂尔来说就是10几年前投注的一只潜力股。当时他接纳这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作为自己的门徒。万斯在师门中与现在的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创始人奥特曼平起平坐。蒂尔也曾在2016年给特朗普捐献过巨额资金，但几位了解他想法的人士称，他最终对特朗普政府的混乱以及对科学和创新缺乏关注感到失望。于是蒂尔打算自己培养一个能够利好硅谷科技界的共和党接班人。万斯幸运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万斯提倡对加密货币等新兴技术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在科技界，他被广泛视为少数几个明白硅谷游说不是铁板一块的政客之一。而相较之下，拜登政府通过阻碍加密行业、试图监管人工智能等举措，激怒了科技领袖。越来越多决定加州选举走势的科技大佬和创投界巨头破天荒地选择靠近共和党阵营。英国广播公司称，刺杀未遂事件后，特朗普在硅谷的传统敌营正加速转化为朋友圈，包括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在内的巨头纷纷对特朗普表示好感。来自科技领袖的支持确实帮助特朗普大幅改善了筹款情况，但不可忽视的是，民主党上新的参选人哈里斯吸金能力势不可挡。他的竞选副经理弗莱赫蒂2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接棒拜登参选1周以内，哈里斯已经筹得2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其中超过60%来自新捐助者。团队同时还招募了17万名助选志愿人员。美联社形容2亿美元的数字令人瞠目。作为对比，整个第2季度，拜登团队及其民主党盟友共筹集2.64亿美元，特朗普方面则筹得3.31亿美元。27号，在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进行的造势活动上，团队原预计筹集40万美元资金，但哈里斯最终吸金140万美元。民调方面，哈里斯参选后迅速缩小了特朗普的领先优势。过去1周内，包括路透社及易普所的民调均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支持率已相差无几，意味着届时大选战况或将再度焦灼。If she was able to sweep those Great Lake battleground states, Wisconsin, Michigan, and Pennsylvania, and we know that those states are close right now, that would get her to exactly 270 electoral votes. 美媒指出，哈里斯拉近与特朗普的差距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曾经的双重仇恨者转投哈里斯。But the number that really interested me were the double haters. Do you remember us talking about the double haters so much? Yeah. Because they hated Trump and they hated Biden. Well, guess what? Biden's no longer on the ticket, and they are breaking for Kamala Harris. 但是这种效应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还要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下一步，比如说，哈里斯，你作为现在的正式的总统候选人，你要提出完整的政策主张，你会跟拜登有多大的区别？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么还是要看他的比如临场表现。甚至包括下一次的总统辩论，选举前的辩论，那么表现如何？当然还包括他的竞选团队的组织以及选举策略的确定。不同的州的不同政策倾向的这个选民对他的反应热度会如何？这都值得观察。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在2021年的一段视频被翻出来，当前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甚至引发共和党要换掉万斯的说法。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在过去的1个星期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不可思议地发生了。
拜登宣布退选，哈里斯大概率呢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万斯呢还没有享受到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喜悦，就遭到了暴击。3年前的视频被翻出来，一下子让自己吸引了民主党的主要的火力。只能说，互联网时代的选举政治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每个进入选举游戏的人都已经透明了，但是在进入选举政治游戏之前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规划。万斯如果料想到自己会成为2024年副总统的候选人，而且面对的对手呢就是哈里斯，他绝对不会说哈里斯是无儿爱毛女。这一下子得罪了半边天，而且呢是触碰了美国的政治正确。有共和党的州长因在回忆录里面透露自己把家里一只非常讨厌的猫给打死了，这一消息呢基本是把自己的政治通道给封死了。从万斯卷入到这次舆论漩涡，也能够看到美国社会思潮的变化。万斯代表的是一种正统或者说保守主义的回归，但是呢，美国社会已经高度的多元化了，尤其是民主党是多元文化的代表。共和党代表的老白男的价值观呢，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加上民主党中途换人，而哈里斯呢不但是女性，而且是有色人种，自己没有生孩子，但是有继子，这些身份呢正好对万斯几年前的言论形成了充足的火力。万斯本来是配角，但是呢非常不幸地顶在了哈里斯的枪口上。至于说共和党会不会换掉万斯，现在看来呢是大概率是不可能的。从技术上来看呢，除非万斯自己退选，否则呢共和党很难把他换掉。另外呢，就是特朗普还是非常支持万斯的。特朗普之所以选择万斯，根本的原因就是万斯是忠诚的特朗普主义者。按照特朗普的风格呢，他对于忠诚于自己的人还是给予重用的。另外呢，就是万斯的理念不就是特朗普的理念吗？从时间上来说呢，万斯现在面临的困境未必会持续下去。相比之下呢，民主党现在的问题也很大。共和党的竞选组合已经开始打选战了。现在民主党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还没有定，哈里斯呢大概率会成为总统的候选人，但是呢，现在副总统的候选人还不知道呢。政治如流水，万斯现在被认为是1980年以来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的候选人。这种低点是开始呢，还是说能够低开高走，还需要观察。赶上自己刚被提名，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换人了，万斯也是绝对没有想到的。更想不到呢，就是自己几年前的言论居然成为对手射向自己的子弹。当然呢，等到民主党的候选人就位之后呢，万斯也可以发起进攻了。对于年轻的万斯来说呢，进入到政治角斗场第一步呢，就遭受的猛烈的炮火，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坏事。哈里斯在短时间内获得了2亿多政治捐款，招募了10几万志愿者。民调数据显示，哈里斯缩小了与特朗普的差距。那对此您怎么分析呢？哈里斯这么快就拿到了这么多的捐款，说明这些金主的确是要求拜登退选。如果拜登不退选，这些人就捂住自己的钱包。拜登退选之后呢，民主党必须快速的整合资源去支持哈里斯，在媒体或者民调上必须有比较大的翻转，才能够说明民主党的策略调整是正确的。本来呢，美国的主流媒体就比较支持民主党，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就曾经公开呼吁拜登要退选。现在拜登退选了，只能是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哈里斯了。因此呢，现在哈里斯的人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水分的，或者说代表了民主党党内的一种情绪，未必呢会完全延伸到大选之中。到下个月呢，民主党才会投票确认哈里斯的总统候选人的角色。哈里斯和特朗普其实是处于不同的选举进程之中的。民主党的换人的确是改变了之前的颓势，至少说是从必输变成了可能赢。而对共和党和特朗普来说呢，民主党的非常规操作也有些措手不及，准备给拜登的火力呢，现在是用不上了。哈里斯比特朗普还要年轻，特朗普需要寻找新的进攻方式，而特朗普一直是民主党攻击的焦点。换人呢，并不影响民主党按照既定的方式去攻击特朗普。对于现在的民调数据呢，共和党似乎也是有所准备。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哈里斯的民调数据反超特朗普。对于特朗普来说呢，本次大选呢再次充满了悬念。当然呢，特朗普最大的对手其实还是他自己。特朗普主义这一套理念是能够吸引相当一部分选民的，但是特朗普需要收敛自己的进攻性的风格。从2016年大选就能够看到，大选越来越变成2个美国之间的博弈。特朗普背后的支持者是保守的，
而希拉里或者哈里斯背后的选民呢，则是多元主义的自由派。选举的核心议题呢，其实还是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取胜的窍门呢，就是他挑起了移民的问题，要在边境去修建高墙。8年过去了，非法移民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哈里斯呢，被认为是边境沙皇，他没有阻挡非法移民的进入。另外呢，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呢，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口水是少不了的。虽然距离投票也就100天了，但是这场选战面对面的对攻呢，还没有开始。